狗肉车上的小泰迪拼命地向过往的行人作揖，他撕心裂肺地祈求路人帮帮自己。看着狗肉车上苦苦哀求的小家伙，一位好心的小哥最终将他买了下来。然而此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获救了。当看见小哥时，狗狗还在拼命地祈求，他的眼里满是求生的渴望。笼门被打开后，狗狗立马窜了出去。被抱起的狗狗在小哥怀里很安静，这一刻他似乎知道自己得救了。随后小哥将它带回了家中，还为狗狗准备了温馨的小窝。夜晚时，小哥突然发现狗狗的肚子有些鼓起。第二天一早，小哥就带着它来到了宠物医院。经过医生的一系列检查，发现它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。此时小哥突然明白，原来狗狗之所以拼命的作揖祈求，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它腹中的孩子。母爱的力量使它再次重获新生。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在小哥的细心照料下，不久后狗妈妈顺利的产下一窝幼崽，和他们的母亲一样，3只狗宝宝都顽强的活了下来。或许他不会想到自己还能有看见孩子出生的一天。小哥说，狗狗从不挑食，即便是药物它也会很配合吃完。如此懂事又乖巧的狗狗，多么狠心的主人才会舍得将它卖掉呢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几只小家伙也都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看着眼前可爱的小狗仔，小哥的心里满是欣慰和喜悦。有人说，对于动物的态度也反映了一个人内心的善良程度。小哥的善举值得我们为他点赞。狗狗做完月子后，主人特意带它去做了造型，整个修剪的过程狗狗都非常配合。或许它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主人的爱了。现在狗狗的脸上有笑，眼里有光，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主人对它的爱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即便是动物也有着感人至深的情感。请不要轻易抛弃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，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边告诉松鼠，吃不完就打包带回去给妈妈。小松鼠被感动得一动不动，此时觉得小松鼠可爱的扣666。很快小松鼠怀里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第二天，松鼠看见小哥连忙跑了过来，这回小松鼠不再害怕，拿起手里松子就大口吃了起来。似乎他也明白小哥是位好人，于是肆无忌惮地吃着小哥手里的松子。对于小松鼠而言，能够每天吃上美味的松子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！小松鼠高兴地在草丛中蹦蹦跳跳，开心地摇晃着尾巴，似乎很高兴自己交到了人类朋友。从此以后，小哥每周都会带着礼物来森林探望小松鼠，并且还为小松鼠取名为奥斯卡。而小松鼠也将小哥当成了最好的朋友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时间转眼到了冬天，小松鼠也换上了灰色的外衣。此时他和小哥已经有了深厚的友谊，吃起东西来也不再客气。拥有这样一个土豪朋友，小松鼠也成了森林中最幸福的鼠。小哥询问奥斯卡家里的存粮还够吗？奥斯卡有些不知所措，连忙把头扭了过去。小哥示意奥斯卡再过来吃点，这才勉强化解了尴尬。眼前人和动物相处的情景多么温馨。第二天，小哥再次来到森林，奥斯卡开心地在小哥脚下跳来跳去。小哥掏出一把松子递给奥斯卡，奥斯卡大口地吃着，看样子是饿坏了。小哥对奥斯卡说：“你别急，慢慢吃，明天我多带些你拿回去存储。”说着，小哥又掏出一颗花生递给奥斯卡。奥斯卡津津有味地品尝着，自己已经好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花生了。几天后的清晨，小哥看见奥斯卡在雪地里四处奔跑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，不知道这家伙有没有饿肚子。小哥呼唤了一声，奥斯卡赶紧朝着小哥跑了过来。小松鼠也没客气，直接站在小哥手上吃了起来。可不一会儿，他就转身跑开了。他到底要干什么呢？小哥仔细观察，才发现奥斯卡正在将嘴里的食物藏起来。这家伙还真是聪明啊！藏好之后，还不忘用积雪将食物覆盖掉。随后，奥斯卡又蹦蹦跳跳返回了小哥手里。这回奥斯卡才踏实地品尝着美味。小哥告诉奥斯卡多吃点，自己还有很多呢。临走之前，小哥将全部的松子留给了奥斯卡。奥斯卡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下自己终于可以安心过个好冬了。万物皆有灵性，即使不同物种之间依然能感知彼此的善良和关心。爱护生态环境，保护动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一条狗到底有多忠诚？望着屏幕前的狗狗，老爷爷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他没想到一场大火后，陪伴了自己10年的狗还活着，而且还守护在早已化成废墟的家里，等待主人回来。当救援队将他救回后，兽医为他拿来了食物和水。然而已经饿了2天的狗狗却意外地选择了拒绝。难道他觉得主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自己也不愿再独活下去吗？狗狗名为奥斯卡，忠犬八公的故事又一次在他的身上上演。奥斯卡从小便被一对拾荒老人收养，迄今为止已经陪伴2位老人走过了10多个年头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不久前老奶奶去世了，几个月之后家里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烧成了灰烬，老爷爷也消失在他的世界里。
可即便家已经被烧成了废墟，奥斯卡依旧至死不渝地守护着曾经的家。白天他会在附近的街道游走，因为这里洒满了他和主人共同的回忆。可这熟悉的大街望了无数次，也走了无数遍，却怎么也寻不到爷爷的踪迹。看他的背影真的好像一条狗。奥斯卡总是满怀期待地跑回家，期盼主人能像往常一样叫自己吃饭，可每次等到的只有失落。也许他认为主人被埋在废墟里。奥斯卡拼命地搜寻着主人的气息，可每次的结果都是以失望结尾。无奈的他一声声地呼唤着主人，每一声的悲鸣都代表了对主人无尽的思念。就这样，他从白天等到夜晚，深夜的悲鸣是他唯一能够倾诉的方式。凄凉的声音里写满了思念与祈祷。此时心疼狗狗的请扣666。狗狗的事迹感动了附近的居民们。由于他的腿部烧伤，随时会发生感染，救援队决定立刻开展行动。可当有人靠近院子时，奥斯卡立马咆哮，发出威胁。看家护院的本能深深刻在了骨子里，他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自己的家，哪怕那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。节目组通过四处的打听和走访，最终查询到了老爷爷的音讯。原来因为这场火灾，老爷爷全身大面积烧伤，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。随后工作人员打开了电脑，当看见奥斯卡的那一刻，老爷爷瞬间嚎啕大哭。他没想到奥斯卡还活着，而且还在烧毁的废墟里等着自己回家。看着狗狗身上的烧伤，主人泪流满面。他不知道这2个月奥斯卡是如何填饱肚子的。老爷爷哽咽地说道：“只要我还活着，就绝不会让它流浪。”望着守在家中的狗狗，老人心里满是愧疚，哭了许久才止住了眼泪。为了让救援顺利进行，老爷爷配合救援人员录制了视频。随后工作人员返回现场开展救援。首先几人搭建了一个铁笼，接着又在废墟中找到了主人的衣物，将它放进笼内后，打开电脑循环播放提前录制好的视频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吸引狗狗进入。几小时后，奥斯卡回来了，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大门。当听到主人的声音后，他直接愣在了原地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犹豫片刻后，他随着气味和声音走进了笼内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救援成功了。可不知情的奥斯卡被吓了一跳。经过救援人员的一番沟通，奥斯卡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救援队随即将他送往宠物医院进行治疗。经过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狗狗的烧伤程度不算严重，经过处理后很快便能痊愈。但接下来的问题却让兽医也束手无策。也许太过于思念主人，面对近在眼前的美味，他却无动于衷。2天的时间，他不吃也不喝。医生表示这样下去，他可能活不了多久。没办法，救援人员再次联系到主人。看到视频中绝食的奥斯卡，主人再一次流下了眼泪。他非常自责，因为自己目前没办法照顾奥斯卡。在记者的建议下，老爷爷录制了一段让奥斯卡吃饭的视频，并且还带回了老爷爷的随身物品，希望能让狗狗理解它的主人还活着。奥斯卡嗅出了主人的味道，不争气的眼泪差点从鼻孔里流出来。他用力的在地毯上蹭了蹭，似乎不太敢相信自己的嗅觉。接着记者将电脑打开，当听到主人熟悉的声音时，奥斯卡顿时被吸引住了，2只耳朵不断抖动着，眼睛紧紧注视着屏幕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着主人的声音。终于下一秒，奇迹发生了，他开始大口的吃饭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罐头就被吃了个精光。似乎这一刻他的生命又再次燃起了希望。1个月后，老爷爷顺利出院。为了欢迎奥斯卡回家，老爷爷特意为他制作了一个新家。他不断徘徊着，心里有点担心奥斯卡会认不出自己。然而当奥斯卡看见爷爷的那一刻，激动的心情直接挣开了绳子。他快速跑向自己的主人，久违的幸福感再次袭来，多日的思念之苦刹那间烟消云散。老爷爷抱着奥斯卡，此时早已泣不成声。也许他们都不曾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再续10年的缘分。奥斯卡高兴的尾巴都快摇断了。为了弥补对奥斯卡的亏欠，老爷爷买了他最爱吃的牛肉罐头，也许这是他几个月以来吃的最香也是最好的一顿饭。狗不嫌家贫，一碗的剩饭便能换得他全部的忠心。半年后，补贴的新房建好了，奥斯卡和主人顺利搬进了新家。但我想对于奥斯卡来说，有爷爷的地方就是家的存在，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他是他的全世界。愿世上再无流浪，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位小哥正在海边散步，突然一只流浪猫拦住了小哥，猫咪不断朝着小哥呼唤，似乎在寻求人类的帮助。小猫扭头看了看远处，随后跳到了另一块岩石上。他转头看向小哥，示意小哥快点跟上。见小哥跟了上来，猫咪又继续带路，可他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小猫没走几步就回头看看，似乎很担心小哥没有跟上，看他的样子好像真的有事相求。为了搞清楚情况，小哥跟随猫咪的脚步一直向前走。几分钟后，猫咪在海边一处岩石停下，原来她是一位猫妈妈。石缝里几只小奶猫好奇地打量着小哥，此时猫妈妈冲着小哥叫了几声，似乎在祈求小哥帮帮自己的孩子。小哥瞬间读懂了猫咪的意图，他轻轻安抚猫咪，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。也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猫妈妈是如何将小猫们拉扯大的。面对陌生人的出现，小猫们并没有过多的害怕，反而瞪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小哥。看着如此可爱的小猫，小哥忍不住撸了几下。看样子小猫出生还不到2个月，每只宝宝都非常健康，很难想象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，猫妈妈居然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。
看着颜值超高的小猫咪，此时想抱一只回来养的扣666。小猫们乖乖的趴在石缝里，眼神一直看着小哥，心想这家伙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看呢？有时候真的不明白，这么可爱的小猫怎么会被抛弃呢？虽然在外面过着流浪的生活，但每只小猫都白白净净，就像刚洗过澡一样。小哥随手抓起一只放在岩石上，狠狠撸了几下，所有的烦恼瞬间就被治愈了。此时猫妈妈突然凑了过来，也许她不忍心孩子们像自己一样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，所以这才将小哥带了过来。让我们为猫妈妈的爱点赞。看着眼前一个个可爱的小家伙，小哥有些不好意思，因为身上一点吃的没有带。几小时后，小哥再次返回原地，并且为他们带来了美味的猫粮。猫妈妈也没有客气，大口的开始干饭，看样子真的是饿坏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吃到猫粮。此时石缝中的小猫也闻到了味道，但由于学会走路不久，它们很难爬上来。小哥捞起一只，将它放到了猫粮旁边，接着又把一只提了上来。但小猫们只是闻了闻，似乎对猫粮并不感兴趣，也许它们喝母乳已经习惯了。小哥见状，只好将它们送回了石缝。随后，小哥找来一个塑料盒，将矿泉水倒了进去。小猫们纷纷出动，毕竟在海边淡水资源极为稀缺。猫妈妈一直在旁边大口干饭，而小猫们在石缝里玩起了捉迷藏。另一只则好奇地观察着小哥，似乎还有点腼腆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猫妈妈见孩子们没了声音，赶紧跳下来查看。小哥摸了摸猫咪，示意它不要担心，可猫妈妈还是不放心的仔细数了数。小哥抓起一只小猫放在腿上，不由自主地撸了起来。遇见这么可爱乖巧的猫咪，谁不想多摸摸呢？看见宝宝们都在石缝里睡着了，猫妈妈这才放心的走了出来。小哥一边摸着小猫，一边想着要不要将小猫们带走。如果自己将小猫全部带走了，那猫妈妈会不会孤单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很是犹豫，但想到海边随时会有不确定的危险时，小哥最终决定收养猫咪一家。万物皆有灵性，猫咪不仅是家庭中的宠物，更是我们生活中的朋友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善待宠物，不要轻易将它们抛弃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妈妈，你在哪里？小橘猫喵喵地呼唤着妈妈，因为看不见，它只能静静等待妈妈的回应。小哥说，2个月前这只流浪猫在院子里生下一窝小猫，其他幼崽都很健康，唯独这只小橘猫看不见，就连喝口奶也要花上半天的时间。平时小哥会经常拿来食物给它们，其他小猫咪都在大口干饭，只有小橘猫在一旁四处打转，因为看不见外界的一切，它经常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此时想救助小猫的扣666，小橘猫来到一处草地，它突然停了下来。此刻的寂静对于他来说却格外害怕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只能一声声呼唤着妈妈，可最终也没等到妈妈的回应。小猫试图用小爪将眼部的结痂去掉，它多么想看一眼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啊！突然远处传来了猫妈妈的回应，跟随着妈妈的声音，小橘猫终于找到了熟悉的家。小哥说，平时猫妈妈整日守在小橘旁边，生怕它走丢了。如果有外人靠近，猫妈妈立马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。其他小猫都在外面欢快的玩耍，而小橘只能蜷缩在角落里。为了让它能重见光明，小哥请来了兽医帮忙，但面对陌生人的靠近，猫妈妈显得格外警惕。兽医将香气喷在四周，并且准备了香草来缓解它紧张的情绪。最终，猫妈妈彻底放松了下来。兽医随即将小橘带走。经过仔细观察，小橘由于眼部感染导致结痂，现在它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此时的救援已经刻不容缓，大家准备将小橘送去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。这时，猫妈妈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，她焦急地四处查看。在穿越了几个街道后，猫妈妈失落地站在路口，似乎在呼唤宝宝：“你去了哪里？”而此时，小橘已经被成功送到医院，医生们迅速为他进行手术。小家伙仿佛也知道人们是来帮助他的，手术的整个过程都非常配合。几小时后，手术顺利完成，但距离他重获光明还需一段时间。小哥说，自从小橘被带走后，尽管小猫们还是会出来吃饭，但平时猫妈妈都带着孩子躲起来，似乎很担心再失去自己的宝宝。1周后，小橘已经能睁开眼睛了，看着眼前的小家伙，小哥非常高兴。此刻他最想的应该就是和妈妈团聚吧。在给小猫进行简单的处理后，小哥准备将它带回妈妈的身边。当打开笼子后，小橘缓慢地走了出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，而猫妈妈似乎也感受到了小橘的存在。听见妈妈的呼唤后，小橘快速朝着熟悉的方向奔去。最终母女团聚，猫妈妈不断舔着孩子，似乎在诉说着多日的思念。小橘也开心地跳来跳去。为了欢迎小橘回家，小哥特意为他准备了罐头。看到孩子吃得这么香，此刻猫妈妈悬着的心也跟着放下了。她高兴地眯起了眼睛。母爱不分种族，唯有善良方能感知世间的美好。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眼前这座普通的山上住着一只可爱猫咪，每天凌晨5点，它会准时出现在山顶看日出。据说这只猫在翻越几个山头后，最终选择了在此处安家。它在这里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，远离喧嚣，隐居室外，是多少人羡慕的小日子。附近的登山游客告诉我们，猫咪已经在山顶生活了5年，可它平时要靠什么来填饱肚子呢？只见猫咪在游客的背包上嗅来嗅去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随后小哥打开背包一看，话说这家伙鼻子也太灵了吧，
原来附近的登山爱好者都知道山顶住着一只隐居小猫，所以大家每次登山时都会给猫咪带吃的。虽然远离了城市的繁华，但猫咪却吃喝不愁，并且还有山川美景相伴，这样的日子简直不要太惬意。为了报答带给它食物的登山者，猫咪会充当游客们的向导，为大家寻找到最佳的观景位置，并且还贴心的提供撸猫服务，让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此时喜欢猫咪的请扣666，小猫的5星服务让每位登山者都觉得不枉此行。下山时大家挥手与猫咪告别，而此时猫咪会立刻趴下，深情地目送每个人离去。招待完游客后，猫咪会简单休息一会儿。当夜幕降临时，猫咪会自己下山。这个山脚下的小村落会是它的家吗？摄影小哥发现猫咪跑进了一户人家，只见猫咪正在开心地玩耍，大概这里就是猫咪的家了。可这里的僧人大叔却表示自己并非猫咪主人，更确切地说，猫咪和自己是不错的朋友。小猫有时候会跑到寺院里过夜，但至于什么时候来，完全凭它心情。在床上呼呼大睡一觉后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猫咪又会顺着小路重返山顶。或许放荡不羁的自由生活才是它想要的喵生吧。5年的时间，猫咪陪伴了无数的登山者，为大家带来欢乐的同时，也得到了人们对它的认同和喜爱。同时也凭着贴心的服务，轻松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生活让很多人心生羡慕。节目组特意找来兽医帮猫咪做了检查，由于良好的生存环境，加上猫咪每天都登山锻炼，小猫的身体状态非常好。因为有了这只猫咪，越来越多的登山爱好者慕名而来。当地的旅游部门还特意为猫咪制作了海报，这里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景点。小猫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，但它始终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。我想它选择的不是这座山，而是自由平静的生活。一只母猫站在门外，嘴里还叼着小猫。主人高兴地打开了门，原来消失1个月的母猫是去外面生宝宝了，难怪最近一段时间总是不见踪影。小花曾经是只流浪猫，今天第一次带着小猫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窝。作为母亲，她也知道要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。主人猜想小花在外面肯定还有其他孩子，果然在安抚好小猫的情绪后，小花站起身，冲着主人喵喵叫了几声，接着朝着门外跑了出去。小花非常警惕，先是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危险后，接着径直走进了一扇铁门。几分钟后，小花嘴里叼着一只小猫走了出来，主人很是惊讶，没曾想它居然将宝宝藏在了杂货间里。看样子小猫出生还不到半个月，这家伙还真是个藏猫猫的高手啊！小花将第2只小猫叼回窝，接着开始帮小猫清理毛发。看见主人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的宝宝，小花下意识将宝宝护在怀里，仿佛在告诉主人别打宝宝的主意。简单休息后，小花又准备出发了。不久后又叼出一只小猫，叼回窝里的小猫叫个不停，小花贴心地安慰宝宝。小猫咪终于安静了下来，小花这才放心去叼其他宝宝。门外的姐妹想让她坐下聊聊天，可小花并未理会，她知道自己要尽快将宝宝转移到新家。一转眼的时间，小花嘴里又叼了一只小猫，一旁的猫咪也有点羡慕了，这是生了几只啊？想到自己还没生过宝宝就被做了绝育，一时间她陷入了无限的沉思。小花不断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宝宝，小家伙还没睁开眼睛的样子简直萌化了。把宝宝安顿好之后，小花又要出发了。这家伙还真是能生啊，也不知小花上哪去找的老公，这都半个月了才把宝宝叼回家。还好5只小猫都很健康。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主人也是由衷的为小花感到高兴。突然小花又要起身往外走，难道还有其他宝宝吗？主人心想这下可有的忙了。可这次小花却独自一人回来，原来是她不放心，又跑回去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宝宝被漏下，这才放心的跑回窝里。此时觉得母爱伟大的扣888。由于猫妈妈离开了一会儿，5只小猫喵喵的不停地呼唤着妈妈，小花用舌头不断舔着自己的宝宝，小猫咪也陆续安静下来。此时它们最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怀抱。主人摸了摸小花，这回有了宝宝可别乱跑了。小花似乎也听懂了主人的话，静静地趴在一旁不敢走远。看着眼前这群可爱的小奶猫，我都想抱一只回来养，谁会拒绝这么呆萌的小猫呢？还没等主人多看几眼，小花就在门外叫个不停，估计是有点饿了。主人把门打开后，果然小花跑去开始大口的干饭。母猫在喂养小猫时需要大量的营养，估计这家伙也知道主人会照顾月子，这才将宝宝们都叼回了家里。小花还真是聪明，天底下有哪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过着流浪的生活呢？母爱真是伟大，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作为百兽之王的小老虎居然让一只猫又给欺负了，小老虎趴在门上大喊着救命，这下可把老虎的脸丢尽了。刚进托儿所的小老虎不知道规矩，跑到人家的小房子里就玩了起来，还顺带磨了磨牙齿。恰巧这一幕被猫鼬大哥撞了个正着。喂，你不晓得这是谁的地盘吗？说着猫鼬就霸道的吐起了口水。然而初来乍到的小老虎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作为托儿所的一方霸主，猫鼬直接把小老虎堵到了墙
墙角，接着就开始教他这里的规矩。小老虎被吓得瑟瑟发抖。经过猫鼬反复的教育，可怜的小老虎趴在玻璃上哇哇大哭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妈妈。收拾完小老虎的猫鼬赶紧检查了一下自家的小房子有没有被做坏，结果偏心的饲养员一把将他抱起，还责问猫鼬为什么要欺负小老虎，随后就把他扔到隔壁让他自我反思。可显然猫鼬对此表示不服，因为担心虎宝宝弱小的心灵受到影响，饲养员连忙上前安抚小老虎，对着饲养员就哇哇大哭，不断控诉着猫鼬的罪行。为了安抚虎宝宝们的情绪，饲养员表示给予猫鼬断粮3天的处罚，小老虎这才安静了下来。但隔壁的猫鼬瞬间就急了，疯狂地扒拉着玻璃想要出去继续揍他，可门却怎么也打不开，没办法只好去找大哥帮忙。大哥，隔壁几个新来的说他们才是这里的王，让咱们小心点，等我刷完牙就去教训一下他们，是龙也得盘着，何况还是几只小老虎。正当小老虎们睡得正香时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，小老虎瞪大了眼睛，原来是黑猩猩找上门了。小老虎瞬间就慌了，怎么办？黑猩猩疯狂开始砸门，惊恐的小老虎赶紧爬到了墙角，连口水都被吓了出来。胆小鬼，有种你别跑啊！就在小老虎思考应对方案时，下一秒黑猩猩竟然出乎意料地打开了门，这操作把几只小老虎都看傻眼了。进来之后，黑猩猩并没有第一时间暴揍小老虎，而是嘚瑟地显摆了一通，接着他不经意地拿了块毛毯，仅凭一记眼神就将2只小老虎吓得连滚带爬。小黑也是人狠话不多，上去就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这下可把小老虎给打懵了，躲在箱子后面大气都不敢出一口，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是老虎你就别藏着。还没等小老虎反应过来，小黑又是2巴掌呼过去，结果逃跑的路上脑袋还被撞个大包，这下可给小老虎整郁闷了，没有一个能打的，还说自己是森林之王。回到家的小黑得意地吃起了水果，猫鼬见状直呼大哥 YYDS， 几兄弟吃了败仗一脸生无可恋。饲养员见状立刻安排了营养大餐，希望他们忘记悲伤。为了让小老虎振作起来，饲养员还特意拿来猫鼬玩具帮助他们找回自信。回想起猫鼬的所作所为，小老虎狠狠地咬了下去，痛快地发泄着心中的委屈。接着另一只也加入了其中。有了自信的老虎就是不一样，这回竟敢主动上门发起挑衅。见对方来势汹汹，黑猩猩抓起毯子就跑到一旁躲了起来。猫鼬见状有些蒙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大哥怎么也怂了？看见2只小老虎不会开门，黑猩猩嘲讽道：还想和我拼？你们有这个实力和智商吗？我是一只中国土狗，每天被一条铁链拴着，吃着一碗残羹剩饭。人们说我不配当宠物，脏丑见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。那些不如我的外国土狗，比如法国土狗泰迪、英国土狗柯基、日本土狗柴犬，却被你们精心的照顾着。他们吃着美味又昂贵的狗粮，住在豪华精致的大房子里，享受着主人的百般疼爱与呵护。但你们却不知道，这些所谓名贵的外国土狗，其实都是近亲繁殖的后代。它们不仅体弱多病，而且需要高额的费用来饲养，而我需要的仅是一碗剩饭。人们都称呼我为土狗，但却极少人知道我高贵的血统。我曾是秦始皇的半身兽犬，也被称之为国犬，而我的祖先是被驯服的东亚灰狼。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，我们已经陪伴中国人走过了上万年的历史。我凶猛勇敢，忠心护主，看家护院的本领早已深深刻在了骨子里。我从不挑剔，一碗剩饭就能让我心满意足。没有放在地上的食物我绝不会去碰，因为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。即便我很容易养活，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还是慢慢的抛弃了我，导致我的很多兄弟姐妹都在街边流浪。人们更加喜欢那些撒娇卖萌的外国土狗，因为遛一条土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人们给我起了个洋气的名字——中华田园犬。是的，从田园2个字就能看出，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，我已经不受城里人的欢迎了，只有乡村的田园还有我的一席之地。可你们知道吗？我的同类在国外却受到追捧和欢迎，甚至很多人愿意用数万元的价格买走我。在澳大利亚，我们被认为是顶级掠食者，与草原之狼齐名。为了防止我们捕猎羊群，当地更是耗费巨资修建了数千里的围栏。如此优秀的我们，却在逐步走向灭绝。难道我们真的如此不堪吗？贵贱高低本是人为定义，所以请放下对中国土狗的偏见吧，因为它真的很棒。眼前的饲养员抱着海豚失声哭泣，因为这将是他们余生的最后一次见面。海豚夫妻在这座海洋馆表演了整整10年，他们出色的表演赢得了无数观众的掌声和认可。而今天将是他们离开海洋馆的日子。也许海豚夫妻知道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演出，所以他们把每个动作都做到了极致。精彩的表演引得在场的观众掌声不断。伴随着演出的完成，这对夫妻即将告别生活了10年之久的地方。饲养员抱着海豚忍不住流下了泪水，而海豚也久久不愿离去。眼前的告别也让工作人员泪目。虽然他们彼此有着万般不舍，但为了让海豚能更好的生活下去，大家决定将海豚送回故乡的海。
为了防止海豚途中出现意外，工作人员特地帮海豚做了加固处理。智商卓越的海豚也非常配合大家的工作，但嘴里不停地发出叫声，似乎在诉说着不舍的离别。由于海豚在海洋馆生活已经10年了，所以工作人员还需要对它们进行野外生存的训练，帮助2只海豚恢复原本的天性。刚刚回归大海，它们显得有些不适应，就连近在嘴边的鱼也无法捕捉到。好在经过1星期的反复练习后，2只海豚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捕食技巧，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即将回归大海。临走之前，饲养员准备了丰盛的美食。吃完最后一餐后，海豚们将踏上陌生的旅途。当渔网被撤掉后，工作人员鼓掌为他们表示祝贺。可没想到，2只海豚游了一圈又折返了回来，它们不断环绕在四周久久的可能区。一只海豚游到饲养员面前，时不时探出脑袋，或许它是在做最后的告别，也可能是在感谢饲养员这10年的照顾。有时候动物的感情比人更加真诚。它们一圈又一圈地转着，2只海豚足足停留了1个小时。最终，它们也明白了人类的用意。2只海豚慢慢朝着大海深处游去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每个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。最后，希望海豚夫妻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。这只狗叼着1000块钱，熟练地走进一家超市，随后将钱放在地上，接过老板手中的罐头后，走出超市就开始大口享用。狗子名为旺财，是10里8乡最会搞钱的狗。超市老板说，旺财每天都要来店里消费食和肉罐头，而且出手大方，基本都不用找零。可一只狗是如何赚钱的呢？只见它熟悉地跑向一家商铺，老板娘离开后，旺财就趴在门前当起了店员，肩负起看守的责任。当然，这临时工可不是免费的。作为奖励，老板娘大方地掏出1000块工资支付给旺财，并且还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表扬。拿到工资的狗子转身就跑进了超市，但这还没完。吃完1盒罐头后，狗子马上就盯上了一位买菜的大姐。如果不交出手里的钱，旺财就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对方，摇尾乞怜是他惯用的手法。见大姐不吃这一套，不讲武德的狗子直接开抢。不一会儿，1000码内顺利到手。拿到钱的狗子再次朝着超市方向跑去，下次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大姐对此也很无奈。每每吃上第2盒罐头后，狗子在一家杂货铺驻足，这次的目标是一位大叔。别傻站着了，规矩还要我再说一遍吗？趁老婆不注意的功夫，大叔掏出了仅有的1000块零花钱递给了旺财。随后，狗子叼着钱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，接着第3次返回了超市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买完罐头后，狗子叼着罐头来到一位大爷面前，一天来找我开8遍的罐头，你比我还富有啊！以后我可要收服务费了。狗子听完直接躺在地上耍起了赖皮。大婶指着旺财说，他是这条街的吉祥物。由于每天叼着钱在街上来来回回，旺财很快就打响了名气，因此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肉罐头。但女主人却非常反对，因为家里的狗粮她是一点不吃，每次看见狗粮都躲得远远的，但换成罐头立马两眼放光。女主人说这家伙靠乞讨，天天自己买罐头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只流浪狗呢。虽说自力更生是好事，但女主人还是比较担心它的健康。果然去医院检查后，医生表示狗子的营养严重超标，不能再让它吃那么多的肉罐头了。回来后，女主人告知了街坊邻居，看见这么多人围着自己，旺财有些慌了，难不成是来讨债的？发现大家都面带笑容，狗子这才放心下来。此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赚不到钱了，餐餐罐头的生活一去不复返。看来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真。要打针了，怎么办？5只小老虎上一秒还在奶凶的喵叫，见到饲养员后立刻就怂了。饲养员也没客气，一把薅住小老虎的脖梗就给提了出去。堂堂森林之王难道也怕打针吗？刚出生的虎宝宝都十分可爱，呆萌的样子谁都想上去撸一把。就是这群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可爱，可把虎妈给累坏了。不久前虎妈一时兴起，本想着生2个虎崽子陪自己，没曾想一不小心生了5只出来，这下给虎妈愁得满脸皱纹。虽然每只颜值都很高，但一次性带这么多娃，就算是母老虎也扛不住了。刚好今天是虎宝宝们打疫苗的日子，虎妈趁这个机会赶紧溜了出去。离开妈妈的小老虎紧张地蜷缩在角落里，心想着妈妈是不是不要自己了。这时一群饲养员突然冲了进来，小老虎龇牙咧嘴地发出威胁，不知道本喵是老虎吗？再往前一步我就吃了你。可见到饲养员手里的针头后，2只小老虎立马就怂了。饲养员一把拎起最嚣张的那只。隔壁的虎妈听到孩子的叫声很是担心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此时悬在半空的小老虎被吓得4肢瘫软，恳求饲养员能放自己一马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拉去称了体重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饲养员一针就扎了进去。接下来是第2只，帮小老虎称完体重后，饲养员还帮他检查了一下牙齿。你别说，这牙齿还真白。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，小老虎最终完成了注射。看见饲养员又走了过来，几只小老虎骂骂咧咧，你还没完了是吧？结果又一只被拎了起来。当看见针头的那一刻，小老虎已经生无可恋，此时心里只想回到妈妈身边。经过检查发现小老虎的眼睛有些感染，但只要滴上药水很快就能好了。
刚打完针的小老虎一脸委屈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恐惧中走出来。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，饲养员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午餐。见到美食的小老虎抱着大猪蹄子就啃了起来，看来没什么是一顿肉解决不了的。美美饱餐一顿后，当然还得出来透透气。虎妈率先走了出来，今天是小老虎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，几只小家伙愣是不敢踏出家门口，这可给虎妈急得不行，心想咋生了几只胆子这么小的。最终在虎妈的不断召唤下，虎宝宝才敢纷纷出动。没见过世面的小老虎四处乱跑，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好奇。一只小老虎跑到水池想泡个澡，但这水温也太烫了吧，果断选择放弃。但老虎对水有着天然的好感，几只小家伙很快在水里嬉戏了起来。可打算上岸时，小老虎脚底一滑，直接摔进了水里。还好大家没看见，不然我这虎脸往哪放？为了找回颜面，小老虎决定去深水区证明一下实力。结果一个不注意又掉进了水里。一旁的虎妈听到声响变得紧张起来，看见落水的熊孩子，虎妈嘴上骂骂咧咧，但还是不放心的走了过去。看见宝宝自己游上了岸，虎妈这才安心的离开。但熊孩子不止一只，总是有虎宝宝不断去深水区尝试，虎妈只能时刻盯着，动不动就得从水里叼一只上来。这一下午不是叼虎仔就是在叼虎仔的路上。事后虎妈将他们放进浅水区，并且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，这才是小朋友该玩的地方。小老虎成长的速度很快，不久后他们开始练习跳跃和捕猎，几兄弟在训练时都非常认真。看见孩子们这么刻苦，虎妈也深感欣慰。没曾想这只将目标放到了亲妈身上，还吓了虎妈一大跳。按理说小老虎早就该断奶了，可这么大的小老虎还整天追着妈妈要奶喝。很快小老虎们就围了上来，没办法，虎妈只好赶紧开溜。这下彻底给虎妈整怕了，见到这群小祖宗撒丫子就跑。可粘人的熊孩子可没那么容易甩掉，最后虎妈一跃而上，跳到了高处。由于小老虎还没学会爬树的技能，只能在地上急得团团打转。虎妈大口喘着粗气，直呼当妈太难了。几小时后迎来了晚餐的时间，但精疲力竭的虎妈却没有一点胃口，直接选择了躺平。此时一只喜鹊飞了过来，看见地上的美食，它可高兴坏了，这下捡了个大便宜。可一旁的小老虎不乐意了，敢在我地盘抢吃的，说着就发动了进攻。喜鹊见状慌忙飞走了。为了守住地盘，5只小老虎开始追赶入侵者，直到把他们都赶走才肯罢休。不久后，小老虎们开始呼呼大睡，估计是刚才玩得太累了。为了帮虎妈分担压力，饲养员特意为虎宝宝们制作了木马玩具，老大直接就爬了上去，可另外2只被吓得接连后退。小老虎一口气将木马掀翻在地，有了新玩具的孩子们一时间忘了妈妈。此时虎妈终于得到了片刻的歇息，看来带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希望5只小老虎能健康成长，早日成为森林之王。10年，他在这里至少10年了。因为一句承诺，狗狗在这个路口守候了3000多个日夜。每当有行人经过时，狗狗都会认真检查每个路人的脸庞。10年来，他看了无数个面庞，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一位保安大叔说，这条狗每天就待在这里，自己当了5年保安，从来没听它叫过一声。10年前我搬进来，它就已经在这里了。这只小狗比我孩子的年龄还大，有时候看见路过的行人，狗狗会起身追上去。也许它是想看清路人的脸庞，但等待它的又是一次新的失望。最后，它又回到这个熟悉的位置，开始漫长的等待。就这么日复一日，狗狗在这个路口守候了10年之久。它从白天一直等到深夜，直到街边空无一人，狗狗才肯离开等待的位置。好心的人帮它建造了一个房子，但短暂的休息后，它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。附近的居民说，狗狗的主人是102栋的一位户主，后来那家人搬走了，小狗就被遗弃在这里了。自此，狗狗就在最后见到主人的地方一直等待。年复一年，它开始慢慢变老，岁月改变了容颜，却无法磨灭它对主人的思念。它的眼里装满了忧郁和悲伤。忠犬八公的故事又一次在它的身上上演。狗狗的事迹感动了小区的居民，一位老奶奶经常会为狗狗送来食物，然而她只是喝了点水，对于食物并不感兴趣，仿佛除了思念和期盼，她的心里已经无法装下任何东西。奶奶说，狗狗的年龄太大了，坚硬一点的食物它没办法进食，因此奶奶每次都将食物捣碎，狗狗才勉强多吃一些。在得知她的故事后，许多人都想领养狗狗，但却没人能将它带离这个路口。也许这里是它全部的希望。这天，奶奶想将它带回去洗个澡，可刚放下狗狗，它就马上从楼梯跑了下去。因为害怕错过与主人的相见，它用尽全身的力气奔跑着。最终，狗狗再次回到了那个等待10年之久的位置。也许只有这里才是它心灵的归宿。为了帮狗狗完成心愿，热心的志愿者们开始发放传单，并且四处走访，打听狗狗主人的消息。由于时间太过久远，志愿者经过4处询问，却没有任何的音讯，不知道它在最后的时间里还能否再见到自己的主人。这天清晨，狗狗并没有出现在熟悉的位置。最终，大家在狗狗的家里发现了它。如果不是太阳落山，它永远不会回家。它是生病了吗？
艰难的街头生活使他无助地趴在房子里。随后邻居们将他送到医院进行检查，医生表示狗狗的年龄已经很大了，长期的流浪生活导致身体器官衰退严重，能坚持活这么久算是极限了。另外，它还患有严重的白内障，因此它很难看清楚东西，就算主人回来，它也无法辨别自己的主人。可即便狗狗的视线模糊，它始终坚守心中的那份执着与忠诚。可能它无法等到看见主人的那天了。医生说狗狗已经时日无多，最后的日子就让它安静地走完吧。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，它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位置。抛弃它仅需要1秒，可它却选择了用一生来等待。请不要轻易抛弃那个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，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猫来财，狗来福。披萨店一大早就迎来了一对小情侣，恭喜老板发大财，给口吃的行不行？店主邀请他们进来。狗狗看了一眼干净的地板，2只小爪刚跨进去，却马上又羞涩地收了回来，因为怕弄脏店里的地板。他们选择在店外等候。风餐露宿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忘记礼貌与尊重。几天前，一场鹅毛大雪飘落人间，刺骨的寒风冻得奥斯卡瑟瑟发抖。除了寒冷，更难熬的是十足的饥饿感。望着妻子饿了2天的眼神，奥斯卡摸了摸妻子的狗头，对不起，跟着我受苦了。言语间充满了安慰和关心。他告诉妻子自己有办法了。随后，他带妻子来到了一家披萨店。很不巧，披萨店没有营业，可他们并未就此离开，而是蹲在门口期盼店家能赏口饭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他们只好在街边度过漫漫长夜。第二天，夫妻2个早早来到了店门口，店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。2只狗狗默不作声，眼神却一直望着店主。从他们的眼神中，老板看出了狗狗的诉求。店主让他们稍等片刻，随后端出2大盆狗粮。此时天上再次飘起了雪花，但这一刻他们是幸福的。奥斯卡终于带着妻子吃了顿饱饭，接着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因为担心把老板地板弄脏，懂事的狗狗最终选择待在门外。此时喜欢狗狗的请扣666。从此以后，披萨店门前多了2只流浪狗夫妻，他们一起睡觉，吃饱了一起打个哈欠，就连动作也出奇般一致，偶尔还会满大街撒一波狗粮，堪称狗界中的模范夫妻。老板说自己只是为了他们一次，没想到他们居然不走了。每天打开店门就能看见他们蹲在门外，而且还一本正经地盯着自己。平时不管店主走到哪里，他们都要跟着。在流浪狗夫妻心里，似乎已经认定了店主就是自己的主人。晚上店主回家时，他们会目送店主离开。第二天清晨听到车辆的声音，他们立刻跑去迎接店主，激动的样子快要把尾巴摇断了。看着他们每天风餐露宿，最终老板决定收养这对流浪狗夫妻，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间大房子。得知店主愿意收留自己，2只狗狗开心的不得了。当主人为他们戴上围巾的这一刻，这对夫妻从此结束了流浪生活，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温馨的小窝。2只狗狗对每个人都非常友善，不仅会微笑待人，甚至还会帮老板招待顾客。很多网友专门跑来探望这对流浪夫妻，他们也成为了这家披萨店的吉祥物和标志，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慕名前来打卡，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或许这就是善良的回报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